大家好，我是波斯二队长贾涵宇。Hello， 大家好，我是波斯二志豪。Hello， 大家好，我是波斯二新龙。Hello， 大家好，我是 Boy Star 泽宇，好久不见，很久没有在镜头面前看到大家。那天凌晨，大家都盯着手机，等着发那个文章嘛，说 JYP 正式推出 Boy Story。其实当时预热很久了，然后发了那文章之后，大家也就聚在一块说，哥儿几个终于出道了，不容易不容易。哎，我突然想起来，那个在大连的时候，龙哥过来跟我说，当时还跟我说，哎，小雨你好帅。你呀，更夸张了。那这个可能是我一个遗憾，非常的遗憾。不知道为什么说这句话。一起在公交上，好奇咱们6个人的团名是什么？有这事儿吗？有这回事儿，真的假的？然后我想说，我肯定是不懂英文的，我当时只是从朴老师嘴里听到一个什么 A。We're sorry， 听到 A， 对我只听到个 A， 然后我告诉你们，我们好像叫什么 A。哎 Sorry， ，sorry，找着再有好，就是咱们那啥吧，各自选秀聊聊吧。大家第一次见朴老师什么感受啊？我当时已经在公司，第一次见朴老师我也不认识，我说感觉朴老师很高大，很帅气。我第一次见就是在平遥的那个选秀，朴老师稍微坐的离我有点远，好像从小就是眼神不太好，没太看清。但过去不是他说你通过，然后你去拿帽子吗？有点吓人，说实话，因为太高了，不是，因为太高了，我没想到一下站起来这么高，有点害怕。我当时是在袁家村当时录制的，当时看朴老师，感觉就我心里面唯一一个想法就是很慈祥的大叔。反正我觉得我对袁家村记得最清楚的还是于泽宇，永远都忘不了于泽宇那句话。他们在这拍了，我看乌泱一大堆人过来了，于泽宇看见我之后，哟，这不贾涵宇吗？然后就走过来了。哦，不是，他们当时说给我一个任务，他说把你朋友邀请过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但是我当时也跟你不认识，只是好像见过，就是一起上那个大师课。再长大一点的话，下个阶段应该是啥时候？哦，应该拍 MV 了吧？准备拍《浩儿大有 MV》。我反正记得那段时期，整个 Real Project 那个衣服都是不合身的，就是因为咱们那时候人太小了，没有咱们可以适合穿的衣服，就那一年我感觉很忙，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小时候那些什么天天工作啥的，我现在一点实感也没，感觉小时候一下就过去了。你小时候比现在还容易困，你一半工作一半是困，你除了工作就是睡觉。真的吗？眼一闭一睁就到你了。现在我是感觉回想以前的事情很陌生，不知道为啥，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感觉不是我，我也感觉不是我自己都想不起来我长什么样子。我想起来，你知道吗？哦，我也能想起来，我也能想起来别人长什么，但想不起来自己长什么样。反正那一年确实挺忙的 ，Real Project 那一年，你想想，从开始嘣，但是我现在也想，当时那个 Burn 在那个机场拍，我觉得很帅，好不好？小时候我不能理解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拍 MV， 冬天要在冷的地方拍，现在也不理解了。夏天要在热的地方拍。但是感觉这个是你最近总结出来，就是前几次拍 MV 总结出来的。我从 JYP 开始，我已经完全有点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了。那个工厂就跟大烤箱一样，那个工厂里很疯狂，好吗？这难忘肯定是 K-Con 吧？就是 K-Con 吧，那肯定是 K-Con 嘛，这第一次站这么大的舞台，因为我们当时都非常努力准备那个舞台，舞台结束后就是真的是轻松了一口气的那样的感觉，然后表现也很好，就是所有人都奔着死台上那种感觉的跳。我要说的这个舞台，它跟大小没有关系，它就是当下我们站在舞台上给我的感受比较不一样。就是在印度尼西亚，我们在那个四面台一起唱歌的时候，有那个升降台把我们一起升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有点
就是想说好多话，但是说不出来的感觉，然后还要兼顾着唱歌。因为当时是在知道两个弟弟要准备回去考试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个舞台。当下的那个氛围的烘托下，我可能会比较情绪比较敏感吧。我觉得 Boy Story 对我来说就是家。我觉得我人生当中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和他们待在一起。大家也不可能说像大家想象那么美好，然后那是说每天都是说啊和睦睦客客气气的，因为生活嘛，总会有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纷争有争吵，我们也会打架，这个就是大家都了解的，经常打架，经常吵架，然后经常闹，但就是我们吵的时候，我们真能吵得很凶，也能一起打得很凶，但就是过了5分钟我们就会好，就这样子，反正我觉得这就是家人吧。小时候Boy Story 对我来说就是家人嘛，从小一起长大的关系是不会变的这件事，所以会让我一直坚定Boy Story 是家人的关系。我只能说以后会怎么样我也没办法预测，但是之前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是兄弟，我们是家人，所以现在我也不会把他们当成外人。青春是我8年的青春。我这以前跟现在一样的，反正都是一直是，就是有句话怎么说？一日夫妻他百日恩啊，就是只要我们在一起一天，就其实像100天一样。就这对我来说，就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还是以前，就是只要是没有让我觉得那种完全不可能再来往的这种事情，我就觉得一直都会是家人的。因为毕竟从小在一起待这么久了，我只有这几个最知根知底的朋友，所以说呢，现在、以前、现在、未来都会是我的家人，就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就是从最开始到现在吧，然后有他们就很好，只能这么说。我们6个去共同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6个当时都是一条心。那时候会想，哎，有5个哥们儿挺好的。我希望一切都是真心吧。就是在我的童年时期吧，很开心能有他们5个陪我一起长大。就是如果没有他们5个的话，我虽然是没有办法想到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感觉少点什么吧，可能会很孤独，可能会很焦虑，因为他们5个的存在，帮我大大的减少了这些顾虑点吧。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哇，有大家在真好的时刻，但是我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没有大家不太好的那种情况。就比如说之前是闪亮嘛，好像不是人不齐过一次，还有的舞台上人不齐过，那个是觉得好像就是缺点什么，所以可能我一直是特别需要这个团体的一个人吧。哎呦，这很难说啊。难说的点就是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我随时随地就很容易感慨，这个人在这个事情上的选择和他之前不一样，我就觉得哇，他变了，哇，他长大了，哇，他怎么样了，就类似于这种。还好吧，感觉都是小屁孩呢，没有什么特别变成熟的感觉。就在前几天吧，刚跟狗狗打完电话，我天哪，我感觉就是跟他说话，我需要调整一下我自己的态度，感觉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像逗小孩、逗小狗一样说话了。突然变化好大，感觉长大好多。那天打视频，后半段一直在讨论学识上的问题，然后他头发剪短了嘛，戴了一个框架眼镜儿，就是不管是从外貌上面也好，他的谈吐也好，还有他的这个表达方式
和之前太不一样了，我真的还是没办法很快适应。但是就算不很久见面，我也还是不会觉得很有距离感吧，毕竟还是认识很多年了，只不过是可以很快察觉到他们的变化的。贺龙抱着书样，然后还有我在旁边，还有狗妹妹、李子豪，还有他，我们6个人好像是就很开心的一幕吧，在舞台上。嗯，你呢？哎，我觉得脑子闪的蛮多的，但是你说真是6个人的，我脑子里面瞬间想起来就是我们当时去迪士尼，那双坐我肩膀头子上，然后咱们几个在一块站着看那个花车还是看什么来着？我天，你这个记忆倒得够快的。就是因为之前看过那个照片，所以对这个照片印象挺深的。我觉得有吧，我觉得肯定是有遗憾的。至于为什么遗憾，大家肯定也很清楚，就是我们并没有达到小时候的预期，包括大家的期待，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所以在这个点上面肯定是会有遗憾，会感觉很可惜。当然也会有遗憾，我还想着让 Boy Story 成为世界顶流呢。然后我还希望过让粉丝们可以看到我们免费的演唱会，就像 BTS 前辈他们那样，就免费让粉丝们看。那怎么会没有呢？因为我一直都是力挺不让 Boy Story 解散的，就是怎么说，它只要能存在，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只要能存在就行。对我来说 ，Boy Story 就是肯定有遗憾，而且是非常大的遗憾。我对这个团体其实充满了非常大的信心。其实直到今日，或者是未来，我一直都觉得，只要我们6个在一起的话呢，只要给我们机会，我们一定可以做出来，对吧？就是这样想的呗，也没有什么，我也没有什么改变过的想法。其实一直都觉得能做出来，反正就觉得一直能做成，对了。所以比较遗憾的，如果只是现在这样的话。我感觉我们的粉丝从来不是哗一下都来好多那样子。有啊，这个问题是在跳的哈尔达又在香港红磡，当时那是个拼盘演唱会，第一次感受到原来 Boy Story 是受欢迎的，不管认不认识，大家还是会浅支持一下，然后为我们应援一下。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我明白台下的粉丝几乎都不是我们的，因为我自己也看到了举起来那个应援棒啊，只有那么几个吧，但是我心里很满足。反正是 showcase 路演嘛，就这种只有我们的舞台的地方，感觉对。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吧，其实因为当时连自己做 idol 这个事情都不是很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到正式出道之后吧，才比较想这方面的事情。唱歌，大家在下面跟着应援的时候，然后给我们准备的各种各样的视频啊，包括生日的一些东西啊等等，然后包括给我们写的信啥的，就大家给我们准备的一切，其实我们都是能看到的，跟我们说的话，然后包括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每次活动结束该跟大家打招呼再见的时候，大家的眼神确实是看得出来很不舍得，不知道下一次还能不能再见面的感觉。然后还有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我可能看不太清台下的表情和反应，但是给到观众席面光灯的时候，还是立刻马上就可以感受到大家是真的喜欢看站在台上的我们，这些画面比较难忘吧。就是怎么不是说是教导我这种，就是更像是问我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就要去在乎不爱你的人多了？为什么不多看看爱你的我们？就这种感觉吧，就是感觉很温暖。还有就是能坚持喜欢一个人真的很不容易。我说句实话，好吧。所以非常感谢大家。有一次拍手会的时候，有一个粉丝跟我说他有自闭症，然后说
感谢我救了他，还是，然后拍手会结束，我在车上就一直想，哇，原来我的意义，我做干这行的意义这么大，可以在一瞬间去治愈一个人。辛苦了大家。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应该是，画上一个逗号，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状态。肯定是很感谢大家对我10几岁，从小到大这么样一个支持和喜欢。因为很多原因，让粉丝们也没有什么太多动力继续喜欢下去我，但是我自己没有摆烂，我自己还是会咬牙坚持，争取让喜欢我的人更喜欢我，让慢慢好像马上要不喜欢我的人也重新像以前一样喜欢我，然后也想让更多人喜欢我，我会努力的。辛苦大家一路的支持和陪伴，希望我们未来都能越来越好。其实关于感谢的东西说过无数遍了，确实可能会大家觉得听起来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倒是如果真的有我更加崭新的发展那么一天我会以我的行动来给大家表达我真确切的这个诚意，好吧？所以请一直支持我，在看到跟我一起等待我那个发光发亮的那一天。首先非常感谢你们一直这样看着我，你们给予了我非常多的能量，在我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到你们，我还会坚持一下。最后希望你们可以一直记住 Boy Story， 不管是6个人也好，3个人也好，2个人也好，1个人也好，一直支持我们，谢谢。我会说，大家真的都辛苦了。跟大家觉得我平时经常说这话，我不是说我们，我说大家。每次就是说，因为我们每次就已经很累，起很早或者干嘛准备工作，让大家可能要起得更早，然后还要去搞这些搞那些。我觉得爱这个东西确实伟大，确实它就是是世界上最无解的一个存在。对。虽然上学是没上多久，但是确实放假是放的有点久了，感觉和而且就是除了之前龙龙稍微有能跟 boss 们见面的机会之外，我们其实蛮久没有那种见面。但是上次见啥时候咱上？我记得见过一次视频是吧？视频签售，视频签售除了视频签售，线下呢是啥时候见的？好，去年了不对，今年那个搜狐，那是最后一次，所以说到现在已经真的蛮久的了。所以说还是蛮想念大家的，就想念 boss 们，然后也想念舞台，因为我们之前就经常就像我们这7、8年、8、9年，我们就一直在说，就是我们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舞台嘛。所以说，就大家要知道，我们如果真的一段时间没有舞台的话，还是很难受的，对，很焦虑的。但是不过没关系，一切都会变好的。接下来，虽然说也有学校里面的安排，但是也有了一份不一样的工作吧。然后希望可以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然后再搏一把，再赌一把的感觉。肯定不能是顺其自然的心态了。我觉得，虽然这个心态要放平很重要，但是这个机会更难得，所以就不能太平常心吧，还是要全力以赴吧。反正我是觉得咱们这虽然像是结束，但是其实我觉得是新的开始，就像我写的歌词一样，对吧？就是枯萎是新的盛开。关于我们这个生活跟工作，其实我们是更倾向于工作嘛，要不然也不会选择就是来韩国学习，然后把重点放在我们的工作上。因为来这边，首先我们想的就是确实是在离公司总部很近，
然后我们有什么需要的话也很方便，就是平时练习。其实一开始我也有考虑要不要就是好好的准备这个高考考试。如果一个路走不通的话，要不换条路试试，有过这种想法。不是没有过这种想法，因为学习确实还是很重要。但是后来，我不能说是完全偏向于工作吧，就是这两个对我来说都很重要。但是可能在韩国上大学的话，学业上面会稍微轻松一点，所以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就是可能像两位弟弟啊，他们会更侧重于学业嘛，或者侧重点的不同，或者是校园生活。然后这个分叉点，咱们4个之前不是也经历过吗？但是其实也有过做选择的时候。咱们最后的这个选择，可能就是更稍微的偏向于工作一点吧。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个人来说，兼顾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没有天赋，我没有那么强大的大脑和心态，或者这个各方面的生活。好谦逊的人是身体的条件，好谦逊的人，所以我没有办法兼顾很多事情。天赋，我只能去专心做一件事情。我没有天赋，就是大家每个人侧重点不同嘛，那他们选择那个就做那个了，就说不定我们之后也会侧重别的，反正已经这么定好了。最起码我觉得大学的期间内应该是不太会有变化。哦，对，就是大家最起码可以在我们上大学的这个期间放心的支持我们，对吧？咋支持啊？上学咋支持？给你交学费吗？咋支持？给我交学费干嘛呀？交。反正不管怎么说，不管怎么选择，怎么样去规划自己未来的人生，然后大家都理解和尊重，都是正确的，都是最好的安排。对，怎么样分配都是正确的，因为大家就是自己的人生自己做选择嘛。不是很好的 idol 吗？不是，是很好的艺人。哦，这么高的评价吗？以后你肯定会做一个优秀的艺人，然后尤其是在创作上面吧。我是觉得你全方面的。哇，你觉得我怎么样？全方面的。我觉得语子语其实最好的话，还是去适合继续在这行待着，因为要各有各，有脸有脸的，咱编曲也好，跳舞也好，创作也好的。我觉得贾武哥适合，说实话，适合创业，感觉你蛮有经商头脑的。那其实也在我对于我未来的规划之中。我在想，如果说在将来，在我有可能有能力的那一天之后，把老哥几个再凑一块儿，不说唱跳，就我们一起唱歌。你现在说话特别像大叔，你知道吗？我哥几个凑一块儿，就是我觉得很难嘛，因为毕竟当时大家都会有各自的事情，毕竟各自的人生，各自的需要为此而忙碌的事情，不可能说每个人都有时间可以一起来。然而也没有说大家都是说都还有这样同样的想法，所以说很难做到去凑齐所有人的。就打个比方，就现在说，就虽然还很远。兄弟，对不住了，兄弟，这几年我真有挺对不起你的，你为什么对不起我？我爱你。过来，我告诉你啊，干嘛？你必须得适当的把这个嘴巴让它一会儿是吧？对的，你能不？你好起起伏伏，没办法不搞笑呀。没关系。这就是我们两个属于是那种比较损友之间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其实我们两个不像挚友，像那个死党，哇，很帅，你知道吗？那说实话，从小到大应该是在队里面，就是我们两个是打的吵的最多的，对，然后就是那种小时候那疯狂的打，小时候真是有点下手有点狠了。所以我跟龙就无论是以后，就是只要我们两个没有发生背叛彼此的事情，我觉得可以当一辈子的死党，以当一辈子的好朋友。那就希望以后我们顶峰相见吧，兄弟，哎，我们两个要做一辈子好兄弟。好的，保佑。希望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支持，好吧？谢谢。
我觉得首先就是感谢相遇吧，因为没有鱼泽宇，也没有 Boy Story 这个团，然后是到现在坚持了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希望你未来不管怎么选择吧，然后都可以有好的发展和好的表现。小雨宝宝，我本来在认真听的好吧？我也在认真说呀，我说的都是很认真的。你当队长当这么多年也挺辛苦了，从练习生开始。对呀，我命苦。是命苦了。我也是希望不管怎么样，咱们几个一直能是好兄弟、好朋友。反正大家之后都有好的发展，这也是我最希望的，也没有什么别的。那肯定。OK， 那现在呢，就是大家刚刚也都说了，也都聊了很久，从我们小时候，然后一直聊到我们现在，包括现在大家各自的对未来的方向和规划不同，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然后大家就是都是理解和尊重的。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大家也都是会互相帮忙，互相去扶持着彼此去继续走下去。也希望各位 boss 们也可以继续支撑 Boy Story， 支撑每个人，在我们的20代也可以继续一路支持我们。然后也是这么长以来的支持，辛苦大家了。辛苦了，谢谢，加油吧，一定会做好的，这都是最好的安排。以上就是Boy Story。